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郁金香的频道。那如果说你正在寻找一套最全、最简单、最容易上手的一个 Shopify 无货源跨境电商教学，那么今天你就来对了地方。那今天呢，我会一步一步的带你来搞明白，怎么在2025年呢，从零开始搭建一个属于你的一个无货源跨境电商店铺。那么这个不仅是新手朋友入门跨境最省钱、最省成本、最容易上手的一种方法，而且我还会带你用上现在最火的 AI 工具，那么让整个流程变得比以前轻松太多。那如果说你还在照着以前的方法在做一个跨境电商，那么真的应该更新一下方法了。欢迎来到郁金香的频道。那我也是一个在网上摸爬滚打多年的一个创业者，靠着互联网挣到了自由的时间和一些收益。今天我就会把这里面的内容分享给你，准备好了吗？接下来我们就马上开始。我呢也是一直在摸索网上的一些创业的一些事情，也做了很多了关于网上赚钱的一些项目，收获了很多东西，也学会了很多东西。那么这一切就源于现在的互联网挣钱的一个机会。今天呢，我会分享给大家如何在这期视频里，那我会分享介绍一些比较好用的工具。有很多东西呢，我们几分钟就可以搞定，也有很多东西现在呢也不需要你亲自再动手操作。看完本期视频你会发现，手动做店铺真的非常浪费时间。那我还会介绍了如何通过工具怎样去找一些真正能卖的热销的一些产品的一些方法，怎么样进行一个有效的营销，有付费的也有一些免费的，内容涵盖会很多，你也可以一边看一边行动来改变自己。接下来的视频我会分5个步骤来进行讲解。如果你正在看我的这期视频，证明你也是对无货源跨境电商感兴趣，并且对这个也有一定的了解，知道我们为什么要用 Shopify 来进行开店。那么简单的说，无货源跨境电商就是你销售一些你自己并不需要直接处理的商品，让你搭建一个独立站，那么有人在你的网上商店直接发货给买家，所以说你没有任何的一个库存。这也是为什么现在无货源跨境电商非常适合新手入门的一个生意。首先我们需要先注册一个 Shopify 的一个店铺，这里 Shopify 的链接我已经放在视频下方的描述栏和评论区，你可以暂停视频来打开链接，跟着我一起来操作一下进行收款。你可以通过视频下方打开我的链接，那在这里可以看到 Shopify 的一个链接，3天免费试用，首月仅需$1，我们直接点击这个链接，你就会来到这样的一个页面。那么你只需要在中间这里来输入你的一个电子邮箱，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它呢是注册免费试用并享受3个月的 Shopify， 前3个月每月只需要$1，那试用是可以3天的免费试用。这里输入好邮箱之后，你就可以直接点击一个免费试用。这里它活动有的时候会有变动，有的时候是$1使用1个月，有的时候是$1可以使用3个月，活动会不定时的发生变化。进来之后你需要创建一个账号和密码，那么他会问你是否需要2步验证，如果不需要，那你可以直接跳过，点下次提醒我，这里需要勾选一下，问一下你是否是一个真人。那么创建 Shopify 的账号其实非常的简单，在 Shopify 上面开店，那么你不像在这个亚马逊上面开店那么麻烦那么复杂，新手入门绝对是选 Shopify 是不二的一个选择。接下来呢，他会简单的问你几个问题，你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去填写就可以了。这里英文不好的朋友可以跟我一样，在你的电脑上安装一个沉浸式翻译，它会是一个中英文的一个翻译，它会问你想在哪里销售，那么你想在哪里销售，你可以直接勾选好了，点击下一步。那么他会问你已经开始了还是还没有开始，这里你可以选好，点击下一步。他会问你打算卖什么东西，这里比如说我们想要做一个无货源跨境电商模式，就可以选择这个按需印刷产品，那这里勾选一下，点击下一步。接下来 Shopify 它会提供3个套餐，那前面也跟大家讲过， Shopify 它是提供了3天的免费试用，3天试用过后你需要再花$1，还可以再接着用3个月，那每个月都是$1。那这个3个套餐它的区别我这里简单的给大家讲一下。
第一个适合我们的新手，它是对于一个独立的一个创业者个人的；第二个它是针对一个小型企业；第三个是大型的一个企业。所以第一个是非常适合新手。可以看到这里3个月结束之后，它后面每个月的费用是$25。当然这个$25是按年进行付费的，如果说你按月会稍微贵一点。这里呢还有65一个月的，还有399一个月的。这个价位它的有什么区别？这3个套餐它唯一的一个区别就是你的月租越便宜，那它每一单的扣点它就会扣的越高。比如说我们可以看到基础版的$25的，它是扣2%。那么这里399你可以看到它的扣点是0.6%，那么65的它扣的是1%，这就是它的一个差别。那这个套餐前期你可以先选择这个基础的，后期你可以根据实际情况来更改这个套餐，都是 OK 的。当你的销售额变得越大的时候，到时候你可以来更改一下你的这个套餐。这儿你也可以选择下面有个跳过，我稍后再决定，这里你可以直接跳过也是可以的。但今天那我会带着大家来操作一下怎么样来付费。你可以先来付费$1，跟着我一起来操作一下。因为这个免费版它有些功能是实现不了的，那我们就选择第一个，点击这里试用。接下来你可以输入你的银行卡的卡号所有的信息填进来，或者这里我就选择一个 PayPal 付款，选择 PayPal。这$1在这里试用前3天，这$1它是不会扣款的，3天结束以后它才会扣款。所以说你今天付款它是不会立马扣的。如果你跟我一样是用 PayPal 付款的，那登录你的 PayPal 账号了，那直接去付款就 OK 了。那么这儿选择登录，这里确认一下，这个地方验证一下，这里你就选择一个同意并继续，这样呢我们直接就付款完成了。那这样我们的商店就已经创建好了。在进行一个 PayPal 付款的时候，我这里说一下，那国家地区你就按照你的实际情况来填写就好了。那选择中国大陆地区都没有问题。首次进来的朋友，你可以看到在右下角这里，它会告诉你，那你的试用将在4月7日结束，选择套餐。那么前3个只需$1，前3个月只需要$1一个月。进来的朋友，如果说你发现你的界面是一个英文的，那在这里也不要着急，我们点击这里右上角，这里有一个头像，头像里面有一个管理账户，这里再认证一下。鼠标往下拉，这里面是一些基本信息，这里语言可以看到首选语言，那首选语言是你登录 Shopify 后看到的语言，那它不会影响你的在线商店和客户显示的语言。这个语言它只是针对我们的后台，它不是针对我们的一个商店的语言，所以这儿我们可以把它选成我们自己能看懂的语言。这里你可以直接选择简体中文，选好之后右上角这里点一个保存，返回之后这里你刷新一下，它就会帮我们更换成一个中文。接下来呢，带大家来简单的了解一下 Shopify 后台的一些基本功能，其实非常的简单。这里面Shopify 它的功能是非常齐全的，你作为一个电商需要的功能它这里面都有。它跟我们的用 WordPress 搭建的这些网站会有所不同，会非常的麻烦，你要自己每一样都需要自己去亲手搭建，这个是不需要的，功能都已经备好了，我们只需要了解一下就可以了。在这里也提醒一下大家，其实你不需要花太多的时间去做你的店铺的自定义或调整，也不需要要自定义要怎么样调整到最完美的状态。那么这个是很多刚刚做跨境电商刚入门要犯的一个错误，我们更应该把更多的一个精力把它专注在这个更重要的事情上面，比如说一个营销，大家需要注意到这一点。在左边呢，我们可以看到这里都是它的一些相关的一些功能，比如说第一个就是一个订单，如果说你的店铺有了订单以后，它会再出现在中间的这个页面。那么你可以看到他说了，如果说你想要获得订单并接受客户的付款，那么你需要选择一个套餐。所以刚才给大家讲过了，你如果是免费的没有订阅$1的套餐，那它这里它是不支持的，所以说我们可以去花个$1来感受一下。在这里你可以创建你的订单，在这个里面它还会有一个订单里面还有一个弃单。那很多时候有人他把他的订单放到了购物车，但是他不结账，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通过电子邮件给顾客发送一个购物车的链接，那提醒他去付款。这个是弃单的一个作用，可以用一个自动化的一个营销去提醒顾客付款。接下来呢，就是一个产品的一个页面，当然我们这里面还没有任何的产品，等会儿我们可以去选择去添加产品，去上传产品，把这个货给它铺到你的店铺里面来。
那我们这里不需要手动一个一个的上架产品，等会儿我们通过一些工具直接自动的把产品铺到我们的店铺里面来。那下面还有一个产品系列，现在不管你做哪一个类目，那它都有一些系列，比如说男装、女装、鞋子、衣帽这些，它都会有一些系列，到后期自己可以来创建一些系列。这个是一个库存，可以对产品的可以启用一下产品的一个库存跟踪，你就实时的可以知道你的，可以调整你的库存的一个数量。那再往下呢，你还可以看到这里有一个客户，这里可以查看所有的客户的一些信息，那这里面都可以看到。下面这里有一个内容，在这个内容标签里面，你可以查看你店铺的文件，还有一些菜单。当然你可以通过这里进行自定义，可以看到它这里有一个菜单，有文件，还有这个文件你可以上传你的图片、视频、文档，这些都是 OK 的，并且它可以管理你的文件。这儿还有一个博客文章，那博客文章我们做 Shopify 店铺是可以写文章的。写文章的好处，你可以写一些跟你的行业相关的有用的一些知识的文章，这些文章如果一旦被谷歌收录，我们就可以获得一些流量。在这里你可以直接创建博客文章就 OK 了。所以我们要学会为我们的店铺来获取一些更多的免费流量。那么在这里它还会有一个分析的一个后台的一个分析，比如说今天的一个总销售额，按渠道显示销售额，在线商店的一个访问，一个转化率，有一个总订单数，平均订单金额，畅销产品，客户群体分析，复购率等等。这里面每一个数据可以看到，它都能帮我们分析出来。那我们其实可以通过分析来找到我们的一些问题，并进行一些优化。那接下来这里还可以看到，这儿还有一个报告，有一个实时的视图。那么这个视图你可以看到，那当前的一个访问数，当前的一个总订单数，这个显示的是当前现在这个时候它的一个热门地点在哪里，你可以通过这个地图来看到它的一个热门产品是哪些，你也可以观察得到客户的行为，活跃的一个购物车订单，结账中已购买，在这里你可以通过这个来进行一个分析查看。那再往下，这里有一个营销，这里营销你可以看到，这儿你可以创建一个营销活动，你可以来创建一些活动来，很多活动都是在这里面进行的，创建这些自动化的一个活动，它可以来帮我们实现一些功能。比如说有人在你的店铺把产品加入了购物车，但是他没有付款，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通过一些自动化的工具呢，来给我们的顾客发送一些促销的邮件等等，这个都可以在这里面来进行。那么我们鼠标可以看到这里有一个宣传活动，这个就是一个自动化，你可以来自动的与你的平台客户通信，这个呢是需要来设置的。那这里还有一个折扣，那么这个也可以创建折扣，比如说某一个时间段你在搞什么活动，比如说是3·8节，或者说元旦节，或者是什么黑色星期五，这些活动你可以到这儿来创建。再往下可以看到是一个在线商店，在这个在线商店后面这里有一个眼睛，我们可以点一下，它可以查看你的店铺大概是长什么样的。可以看到点开之后，现在我们的店铺它就是这个样子的，这个是默认的 Shopify 的一个模板。当然我可以看到这里面我们还没有任何的产品上架，那上架以后它都会显示在这里。点了在线商店的这个模板，我们可以看到在这儿它里面是有 Shopify， 它是默认有很多的 Shopify 里面它是有很多主题模板的。如果你不喜欢这个，我们刚才看到就是这个样子，不喜欢那你还可以换的，你可以换成其他的模板。那我们鼠标往下拉，在这里可以看到常见的免费模板，那么这几个是最常见的几个免费模板。我们鼠标往下拉，这个右下角这里还可以访问模板商店，我们直接点击进来。Shopify 里面它提供了很多高级的模板，都非常的专业。那这里我们通过左边的一些数据可以看到，它有13个免费的，那你勾选了这个免费的，这里跳出来这些都是一些免费的模板。前期你也可以考虑用免费模板来创建一下自己的店铺。这是一个付费模板，它有200多个付费的模板。那左边你可以根据你的行业来选择对应的一个模板，比如说可以看到这边的模板有做服装的，有做这鞋子的，还有一些其他行业的都有。那如果说你比较喜欢这个可以看到在这里呢，我们可以直接点击进去，让我们来预览一下这个模板。看了这个模板，那你就大概知道，那你后面你的商店会长是什么样子的。这里就有一个，这边就有一个查看演示商店，我们直接点击这个按钮，那大概就可以看到，那你搭建出来的
你的首页大概就是这个样子的。这是非常专业的一个电商，这种做服装的一个网站。那我们就可以这样每个选一个来查看，直接点击这里可以把它关掉。那它里面的付费模板的费用我们可以看到这下面都有相关的一个费用。那这个是$320，那么这个有$300多，有$400的。那在300和400之间，免费的刚才给大家看了，免费的模板它的数量比较少，这儿只有13个是免费的，这些那它是不需要付费的。Shopify 它官方的免费模板比较少，但是有一个网站，这儿相关链接我会放在视频下方，那么就是这个 ENVATO， 那么这链接我会放在视频下方。在这个里面可以看到这里 Shopify 的一个模板，一共是有几百多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模板。那么大家的明显能关注到这一点，它的价格会比 Shopify 官网的价格要便宜很多。比如说这个89、79、那40多、20多的这些模板都有，那么有10几块钱的、80几的、50、60的、70、80的，那么普遍价格就是在几十美金一个模板，那最高的就是这里99的。那这个价格还相对于性价比比较高，不像这个Shopify 官网的动不动就是300、400美金一个模板。所以有需要的朋友可以来看一下，我会把链接放在视频下方的描述栏。如果你后期做大做强以后想找一些价格便宜的而且功能也比较丰富的模板，可以来到这个网站来好好来看一下。那接下来回到我们的 Shopify， 刚才我们看到的这里它有一些免费模板还是非常不错的，比如说这个我觉得还可以，我直接点击进来，这儿我们可以直接把它安装到我们的店铺里面去，直接点击这个按钮。那这里它正在安装，安装好之后它就会直接回到后台。接下来你可以看到在这里它就会它这里正在添加我们刚才的模板。 OK， 看到这里你已成功添加到我们的首页，这里它就直接帮我们替换了刚才的那个模板。那么这里替换好了之后，接下来后面这里有个发布，我们直接点击一个发布就可以了，再点一下发布，那么就可以应用到刚才的这个模板。那模板安装完成之后，如果说你想编辑它也是非常简单的。比如说这个后面有一个自定义，我们点一下。如果说你是在平台上面买的一个模板，第三方模板市场买的这个模板，这里你买完之后可以看到，这里我们可以直接比如说这个模板直接点击加入到购物车，那么你这里可以直接去付款。那你付款完之后，它会给你一个压缩文件包，你可以把这个压缩文件包下载下来。下载好之后呢，我们还是回到这个 Shopify 的后台。接下来你看在顶上这里可以看到有一个导入模板，那么这我们可以把你从第三方市场里面购买的模板，从这里直接点击这个上传 ZIP 文件，把它上传进来，这个也很简单。接下来我再来教一下大家怎样简单的编辑一下我们的一个模板。可以看到这里有个自定义，我们就直接点击进去。接下来我们就来到了这个编辑模板的这个页面。那也就是说所谓的装修我们的一个店铺， Shopify 其实它已经设计的非常的简单，界面看起来也非常的简单。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在这边是它的一些模块，那你点击哪一个模块呢，它会自动的帮我们跳转到这个地方。你可以看到你点到哪里的时候，这个蓝色的方框它就会移动到哪里，在对应的这个右边你就可以来对它进行一个更改。比如说我可以看到这个公告栏，那么就是最顶上的这个公告栏的内容，那么就是在这里。这儿比如说我给它简单我给它改一个小鱼儿，改好之后这儿我点击一个保存，大家可以看到这里呢，我就把它更改成功了。那你也可以直接把你的鼠标移动到某一个位置上，你想改哪里的时候你就把它移动到这个位置。那这是一个产品的一个横幅图片，也就是我们说的一个轮播图。那这里你点中之后，在左边你可以看到，在这里你可以选择一张图片，这里好点击选择，那它里面也会有一些，它这个里面你可以选择你自己去上传图片。那同时它这里还有一个免费的图片，你也可以直接看一下，这里面它有一些免费的一些图片，你也可以直接上传一张进来。比如说我这儿随意的点一个这个，那这儿可以看到我从这个免费图片里面选了一张，这里面免费的图库里面还是很多，你可以任意选择一张，那么它这里面可以看到图片就已经换了。那这里我们直接点击给它关掉。那你也可以选择，这里旁边有一个选择，这里选择上传一张图片，那么这儿我就直接上传一张图片，这里正在处理好了之后我们点一个完成。
OK， 可以看到这个图片它也换了，换完之后我们这儿点一个保存，就这样我们就可以对这个图片进行一个替换。那这前面的文字也是一样，你这里直接我们把鼠标移到这个上面来，你可以把它改成你想要的文字边。我们改是在右边这里来改，比如说给它时尚女装，这里随意的改一个。那下面标题的大小这里你可以看到，比如说有小有中，那还有特大的。那么还有特大号的，可以看一下，这个你都可以选。这个按钮这里一样的，你点击这个按钮，比如说查看详情，这里可以把它改掉，看一下。那这里就把它改好，改好之后你可以点一个保存就可以了。Shopify 真的搭建这个装修其实是非常简单的。这个按钮你看这里还可以给它添加一个链接，你比如说要链接到哪个页面，产品页面、产品系列或者页面、博客页面，那这里你自己想把它连接到哪个页面，你就连接到哪一个页面。这个图片的一个不透明度，这个透明度和不透明度这里还可以设置，可以看这个我把那个透明度把它拉亮一点，它整个就显示出来了。那图片的你是让它居中还是左上方还是右上方，这个也是可以调整的。这个是调整这个文字的，你想让它到左上方，或者说顶部居中，或者说让它在右上方，这个都是可以的。我给它放在左上方。那下面可以看到这里我们的一个特色产品区，这里可以把你的相关产品加进来。那这里如果说你觉得这里不够，你可以看到在这里还有一个加号，这里还可以添加分区，你选一下。如果说你还想要一个产品系列的一个列表，那么你可以鼠标移到上面，你可以看到它对应显示的一个样子就会在这边，这是它显示的一个样子。你想要加哪一个啊？比如说一个副文本带文本的图片，有文有图这种，左文右图这种图片幻灯片，这个是一个幻灯片，你可以加多行的这种，多列多行的这种都是可以的。比如说我想再加一个产品的一个系列列表，那直接点击一个添加，可以看到在产品的下面又加了一个产品的一个系列。那么这个产品这里你可以选中它，你可以同样也是可以到这边来更改它的产品的数量，你要显示多少，比如说你想要显示8个还是10个，数量这儿你也可以拖动它来改，都是可以的。比如说显示个16个，改好之后记得点一个保存。这里面模块都是可以添加的，下面你还可以看到这里有一个添加分区，里面它有一个电子邮件的一个注册信息，那么你也可以添加进来。那你还可以添加一个，它这里有一个联系表单，那么你也可以添加进来。那如果说你还想再有一个这种博客文章，你也可以把它添加进来。那么这样呢，甚至你可以拖动它，比如说我想把这个联系表单电子邮箱给它放在下面，那么也是可以的。我们把这里鼠标移到最前面这里，我们把它往下拖，就把它拖到最下面这个地方来了。这里面的文本你就点进来，直接去对它进行一个更改就可以了，直接对它进行一个更改。那它内置的模板其实已经非常的丰富了，它有很多分区，基本能满足我们做一个电商网站。那这些模板如果说像这个模板这一块不想要，同样也是可以删除的。我们选中之后，你可以看到你选中之后，它会在这里会显示你选中的这个区块。比如说我选中了这个联系表单，在这个地方，那它后面会有一个删除，那我就直接点删除 OK， 那这个地方就被我删除掉了。那同时这个地方或者说我不想让它显示，比如说这个区域，这整个产品系列的区域我还没有上架好，我不想让它显示，那我这儿就直接后面有一个眼睛，我就把这个眼睛给它关掉 OK， 那你就看不见这个区域了。那我把它设置好之后，我再来这个里把它这个眼睛给它点开，那么它好了之后就点一个保存就 OK 了。这里同样你想要复制哪一个模块，可以看到，那你直接点它的鼠标右键，你可以直接来复制也是可以的。比如说这个产品系列你要复制，那么它会再多一个出来，那你如果还想再要一个系列，那再复制一个，那再要一个系列再复制一个 OK， 可以看到这里一共就有了6个系列了。那么大家可以自行进来的在这里多来尝试一下。如果说你想改顶部最顶上的这里有一个 logo， 我们点到左边的这里有个设置，这里可以看到它就会出现一个 logo 这里我们选择一个图片，这里我就把我的 logo 直接给它上传进来，这儿上传好之后我点一个完成 OK， 那可以看到在这里这个 logo 就加进来了。这个 logo 它虽然说有点小，那这个大小我们也是可以调整的。比如说这里有个宽度，我们可以把它调大一点，可以看到现在比刚才好，刚才太小了，刚才这个 logo 小的都看不见，这儿太小了，那我把它稍微拉到个100多的样子 OK， 这个 logo 的大小就可以了，这个是小鱼儿的一个 logo。 那么在这个里面你可以针对这个模板全局的一些设置，可以看到有个
颜色方案，你需要采取哪一个颜色方案，它有一些给你一些方案，还有一个布局，这里面你也可以看一下它的一些布局。那还有一些动画可以看一下，还有按钮的边框，还有它一个阴影，这些都可以设置一下。所有的信息其实都可以改的。当你在电脑端，你可以看到我们现在设置的是一个电脑端，电脑端完成之后，你还可以点击这里，我先保存一下。那你做任何的更改都要记得及时的保存，不然你可能会功亏一篑，你忘记保存。那这里是电脑端，我们还可以看一下它的一个移动设备。你可以看到，其实现在 Shopify 的模板，它默认在手机端，它也会帮你优化好，所以大家现在都不必要去花太多的时间在装修上面。那这里你可以看到，那我任意的放一张图片进来，那它都可以做到一个居中的一个效果啊，说明这些都不是我们担心的问题。我们要花时间更多的要去找寻一个比较好的商品，我们的产品所有的一个更改好了之后，记得点击上面的一个保存，并点击一个发布。接下来我们回到后台再来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商店，记得一定要发布一下。我们再点击这里有一个查看你的商店，可以看到刚才经过我一个简单的修改，那我的这个 logo 就加进来了，我刚才更换的一个图片就已经出来了。这个是刚才一些大致的一个设置，更改它就会实时的显示出来。在发布的，在我们这个模板上面，它会出现一个在线商店受密码保护，可以看到你的在线商店受密码保护。这个是什么意思？也就是说，别人现在通过这个链接，别人打开是没有的，别人他现在是访问不了我们的这个网站，那他需要输入密码。这里它是受密码保护的，别人要进入我们的商店，它是需要输入密码才可以进来。那这个时候我们需要把我们网站的密码呢给它解除。那可以看到这里它写了，如要删除密码，请选择套餐。这里我们是需要选择了套餐之后，我们才能进行一个操作。刚才我们看到的3天试用过后的$1，那么我们就可以，所以建议大家呢，要一开始呢，我们把这个先付$1，那很多功能我们才能正常的使用。这一步一般是当你的店铺所有的产品都上架好了之后，那我们就可以来进行这一个动作，证明我们的商店商铺已经准备完成了。完成之后，记得一定要来把它删除，任何的它都可以访问我的一个 Shopify 独立站。那在我们店铺所有的设置好了之后，我们还有一个事情需要做，我们要有一个可以全球收款的一个Stripe账号。那我们鼠标回到左下角，这里有一个设置，那设置里面这里会有一个收款。那么大家都知道，现在的 PayPal 它的一个手续费是有一点贵的，但是Stripe它的一个手续费相对便宜，并且呢可以实行一个全球收款。在这儿我们可以选择一个支付服务的提供商，那么这儿我们直接选择提供商。在这里我们直接输入一个Stripe，在这里你就可以看到它会出现一个Stripe的一个偏好项目。接下来我们就点击这里后面有一个三角，我们直接点过去，它会直接带我们来连接一个Stripe。如果说你还没有一个Stripe的账号，那可以我们可以先做好一个准备，先来申请一个Stripe的账号。Stripe它是可以连接到我们的任何平台，可以看到，比如说一个亚马逊或者说 Shopify， 那么是可以直接连接的。那如果你打算长期做一个跨境电商，建议你来注册一个Stripe的一个账号，并且是用公司的一个名义来进行一个注册。那前提呢，我们先要有一家美国公司。今天呢，我们要用到的一个注册代理呢，它的名字叫 Legro。那它呢，推荐它的一个原因呢，是因为 Legro 呢是美国最大的一个在线法律服务平台。它的一个优势呢，速度快，那么性价比高，并且呢，它非常的稳并且它的价格呢是透明的。注册 LLC 公司最低是$0加一个州政府的费用，那么比请律师找律师它是便宜非常的多它一站式的。那么这个平台呢是一站式服务，帮你搞定公司的一个章程EIN 税号，甚至是一个营业执照。那它非常适合我们的一个初创企业。接下来呢，我们点击右上角这里登录一下这里相关链接这个Legro的链接呢，我已经放在了视频下方的描述栏和评论区建议大家呢暂停视频打开一起来感受一下。那么接下来我们就点击这里右上角的一个登录。那我们还没有账号的朋友呢，我们就选择一个创建账号。接下来英文不好的朋友呢，可以在电脑上安装一个沉浸式翻译我们可以把这边翻译一下。首先我们的姓名
那这儿我们创建一个密码，点击下面的一个创建账户。OK， 这里创建好了之后，接下来呢，我们要回答一些问题。那么这儿呢，他会问你呢。首先呢，它有3个选择。第一个呢，是我需要注册我的企业，维护我的账簿，向客户发送提案和发票，获得法律专家的一个帮助，以及保护我的品牌。第二个呢，是个人需求，是我需要个人法律需求的帮助，例如授权书生前信托、遗产规划等。还有一个呢，我希望获得有关我的商业和个人法律需求的一个帮助。那么这里如果说你不确定的情况下呢，大家可以像我一样截个图，这儿我们可以截个图，然后呢用我们的 GPT 直接发送给他帮我看一下这张图的文字，我需要注册美国公司，需要选择哪一个？我们直接其实 GPT-4o 呢，它是有一个识图的能力，我们直接告诉它截屏过来让它帮我们看一下这张图我需要注册美国公司要选择哪一个，直接发送给它。那还有没有 GPT 账号的朋友呢，可以去描述栏有一个 GPT 的一个成品账号。只有 GPT-4o 呢，它是有一个识图的能力如果说你是用的免费版本是不可以的你可以去升级一下你的 GPT。那么要升级 GPT 的话，那国内的一个银行卡是不可以的，但是也有办法可以解决，我们可以办一张这种虚拟银行卡这个 Word 卡，它是可以拿来升级 GPT 的，或者说呢办一个 Baby 的一个虚拟卡，它也是可以来升级这些服务的不管是 GPT 呢，也还是国外的一些相关的很多一些 APP 呢，它都是可以用这个来升级的这里相关的一个链接呢，我都放在视频下方的描述栏和评论区。那么我们升级好之后呢，我们就可以4o的话，它就可以这样，有一些当你平时遇到问题，你可以直接来问它这里可以看到它从我们的这个图可以看来，我们要选择商业需求。我们鼠标回到刚才的这个界面，我们要选择这个第一个这儿我给大家翻译一下，因为我们是要办理业务让它帮我们注册一个公司，我们选择第一个，点一个继续。这里呢又有3个选择第一个是我已经注册了一个公司，我正在运营但尚未注册，我打算在未来开始，那么我们就可以选择这个你是哪一种情况呢，你就如实的选择就可以了，点一个继续。 OK， 我们就点下一步。接下来呢，你要取一个公司的名称，你正在你要注册公司的话，肯定你要提前想好你的名字，那么把你的公司名称呢输入到这个里面，我们点击下一步。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考虑一个州你打算在哪里运营？那么这个州呢，它非常的重要。那么这儿我们也同样也可以问 GPT 在美国注册公司应该选择哪个州？选择哪个州更好？那么在美国注册公司选择哪个州更好？发送一个提示给他。这个其实之前小鱼儿讲过很多注册公司应该选择哪个州。那么一般情况下推荐的是一个怀俄明州和特拉华州。那么每个地方注册有优势，当然它也有它的一个缺陷没有十全十美的。在怀俄明州呢，它无个人所得税无州企业税。特拉华州呢也是非常不错的，它也没有州营业税还有个内华达州。首先你看你是做什么。如果说你做的是跨境电商做的是联盟行销，做的是数字产品，那么你就选择怀俄明州。那你是计划融资科技创业，那么选择特拉华州。那需要隐私保护的高资产管理的，选择内华达州。那么有美国实体业务的你就选择这个佛罗里达州或德克萨斯州。这儿比如说我们是做跨境电商的，那么我们就选择怀俄明州接下来返回这里，选择一个怀俄明州，这后面有个箭头符号，怀俄明州，选择它，我们点一个继续。那我们做跨境电商就选择这个。 OK， 接下来呢，它就带我们直接来到了这个后台。那这里给大家翻译一下，我们直接来到首页。第一个呢 AI， 第一个呢是 AI 提供免费文档，第二个呢是经营你的业务，第三个是注册，我们就点这个。接下来呢，我们还是这里给大家翻译一下这样子大家都能看明白我们鼠标往下拉。那我们
初创企业常见的呢，我们就是选择这个 LLC 公司。LLC 呢，它是适合这个小型的一个公司、小型企业。那这个 S 公司或者 C 公司呢，比较适合融资的可以看到更复杂的一些大型的一个企业，并且呢，它能够发行股票、上市或者走向全球这个呢，你根据个人的一个公司的一个情况呢来进行选择。后面一个是一个非盈利组织的，后面还有一个数据库管理员。接下来呢，我们就直接我们一个人的话，我们就个人选择这个 LLC 就可以了，点击进去。接下来输入公司名称，我这里输入一个小鱼儿。如果说你还没有考虑好，还没有想好也没有关系，这里你可以选择先不填直接点击这里跳过稍后再决定。我们点击下一步。这里呢就是选择你的一个企业将注册在哪个地方。那么我们刚才已经知道了在哪里，我们选择一个怀俄明州。英文不好的朋友也可以像我这样直接把它翻译一下，我们再过来填写，直接在这里输入也是可以的。怀俄明州可以看一下，这里就是怀俄明州点击下一步。如果说你下面它也会给你一些相关的一些提示大多数人呢他们在哪里成立公司，这里你可以点开看一下。那我应该选择哪个地方这里呢，选择正确的州来组建你的业务呢，相当简单。绝大多数人呢，选择他们当地的州。那这呢，其实我们人不在美国本土，我们是属于一个外国人那我们更多的考虑的呢，就是哪个州呢，它的一个州税这些更适合我们。这儿还有第二个问题，那我还可以在其他州做生意吗？是的，这里你是可以在其他州注册你的公司我们的网络律师呢，可以给你在你提交初始 LLC 后呢，他会给你提供一个建议。这里一些建议大家也可以来看一下。我们选择下一步。接下来呢，就到了这个地方这个呢是一个最基础的，可以看到它的一个注册是0元加一个州的一个申请费。那这个州申请费呢是直接交给州的所以说呢不是这个呢它不是Legazoo里面收取的这个费用是直接给州的。它里面包含些什么呢？这一个我们可以往下看一下，它里面基本上没有包含什么，因为它里面是没有一个代理费没有一个，它只是这个是0元它会注册你的 LLC 所需的文件然后会告诉你，然后还会呢看一下你的公司呢名称是否可用，还有一个会计的一个咨询，它的服务呢非常少。其实我们注册一个公司呢非常复杂的。那么中间是选择的人数是最多的它有200多美金的一个费用加一个州申请费。那么这个里面它包含些什么呢？那首先一个就是运营协议你的公司运营什么，肯定是有各种文件可以帮助你设置实体的一个准则和解决争议。第二个就是一个 EIN， 大家其实知道申请一个 EIN 呢，如果我们人不在美国本土我们不熟悉这些法律的一个流程呢，也是非常麻烦的大家知道其实EIN 的话会填写各种文件一旦填写错误你的母语不是英语的话，建议大家呢其实可以用来这个 EIN 报税，然后开立银行账户和培养员工。还有一个就是用于跟踪费用、发送发票还有节省税款的一个相当于呢有一个财务它有3个月的一个订阅。那么还可以访问150多个可定制的法律文件。那开一家公司呢，里面肯定是存在各种各样的一个法律文件，用于在线发送和签署协议的一个无线电子签名这个包括1年。那还有一个可定制的网站，可以在几分钟内呢创建你的一个专业形象。那么创建网站呢，之前呢我有给大家分享过大家其实可以去看一下零基础建站这里相关链接我会把它放在这个视频上方的一个视频的右上角，大家想自己搭建网站呢也可以去看一下。那么这个就是更高级的一个，这个是一个升级版本它呢比它多了50美金，但是它包含中间这个里面所有的服务呢它都包含，并且呢它还会提供经验丰富的一个商业律师实践指导你根据州或者经验连线和评级呢进行一个选择。
那么这儿还有一个服务啊，它是关于你的业务相关的一个新法律主题的一个30分钟无限制的一个律师咨询啊，包含了这个也是30天的一个订阅。那么前30天呢，它还可以30天内呢对你的一个 LLC 成立文件的一个任何更改啊，这儿它是可以给你更改里面的一些文件的。这就是3个选择。那这儿呢，我带大家来看一下第2个选择，这个呢也是使用的比较多的很多人选择这一个套餐。这儿呢建议大家第一个呢就直接放弃它里面很多都不包含那这个呢纯属一个就给你发送一点文件帮你确认一下公司名称，这个完全没有什么太实用的一个用处我们就看第2个第2个可以看到。那成立公司呢，肯定会需要一些组织章程名称检查呀，还有企业申报那么可以看到这个呢，它都是支持的。那第2个呢，合规性办理一下公司肯定是有一些运营协议并且还有一个联邦税号这个呢就是我们所谓的一个 EIN 这儿呢它也是支持的。还有一个金融账户的一个授权书。那小企业和保险指南这里呢有一些保险代理人的一个个性化的一个咨询这里呢它都是支持的。还有这里就是一个高级服务才支持的。那么你可以根据你的情况来进行选择，比如说我这里我选择第2个。接下来就填入你的一个电子邮箱，还有你的一个电话号码点击下一步。这点非常的重要那么你的企业是做什么的，就相当于是你的一个行业是什么这个行业呢是不允许填错的。那么行业填错它恐怕会导致你的公司结构呢它会不合法这个是行业的一个合规的一个风险在这里你可以这里下面你可以看到它有一些相关的选择，比如说就像我们做跨境电商下面你可以看到有亚马逊的一个业务亚马逊 FBA， 还有做服装的这里相关的行业它都有。比如这儿我们选择一个服装，点击下一步。接下来呢，它会使用商业银行账户在你和你的企业之间呢保持一个法律的区别。第2个是需要加急处理处理你的一些你申请公司的一些各种一些文件那这里呢通过1天，它可以最快呢是1天，那个1天处理更快的创建你的LLC。那么1天时间加急处理，它的费用呢肯定是不一样的。接下来选下一步。这儿呢它是使用商业银行账户将你的个人和企业财务分开这里就是说当你开公司了过后，那么肯定会出现一个公账和你私人的一个账。那最好的你就是把你自己和你的企业的财务呢进行分开这里有看你我们可以看一下这里查看一下详情。它是一个奖励，这儿我们就直接点一个选择看一下。我们可以进来看一下，那1天加急处理比如说我想要更快的把我的这个公司给它申请好，这里1天呢加急呢是$99，那么这里5到14天标准处理。这儿呢还有一个，如果说你不想加急不想掏这个钱，那么你就直接选择这个5到14天的一个标准的一个处理时间。那如果说你比较着急的情况，那你也可以选择这个1天加急，那么这儿我们不需要就选择这个这个根据情况而定。接下来是企业成立后呢面临许多手续费，将你的 LLC 整理的井井有条，所有文件都打印在一起。这个确实是注册一个公司肯定会有很多一些手续这里你看你需不需要。那么需要的话，它也是需要相当于有专业的人呢他会帮你整理。那么我们不需要就点一个漏，点击一个。接下来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订单在下面查看你的订单。这儿呢有一个就是我们的一个注册费用注册的一个服务费，那么还有一个周的一个费用选择这里一个结账，这里可以看到它没有任何额外的一个费用那就是$300多。那点一个继续结账真的非常的人性化你还可以选择分期付款，可以看到可以按月支付，也可以一次性支付如果说目前呢你的手头不是很宽裕的情况下，那你还可以选择按月支付。接下来输入你的一个名称、你的邮箱地址这些等等，把这些呢填写好。填写好了之后呢，接下来你可以在这里选择一个付款方式。那这里可以选择用你的一个虚拟卡来进行一个付款，比如说就像我们的一个
Baby 啊，它里面的一个有一个卡号，有一个到期时间，还有一个安全码啊，这里全部把它填写好就 OK 了。填写好之后呢，那你的一个你就等待这个 Legal 了，那它给你处理，需要尽快处理的大家就可以直接把时间呢选成1天加急。那如果大家的一个手头你如果说你的一个预算比较宽裕的情况下呢，你也可以选择高级的这个套餐因为它里面呢会有一些相关的一些商业的律师呢会给你提供还有可以咨询一些法律的一些问题，确保了让你的公司全面合规。其实现在很多像这种，那你要去公司的一些法律的一些问题你要去单独去咨询律师，那这些呢其实都是需要额外去进行花高价呢才能去进行一个咨询。所以呢，这儿呢我们其实可以直接一次性一步到位，那么就直接选择这个套餐。接下来呢，我们就耐心的等待提交完成之后呢，接下来我们就进行耐心的等待，它会在我们的选择的一个时间呢，帮我们注册好我们的公司。好，那这里呢，我们就可以继续到下一步了。这个组的链接我已经放在视频下方了，它提供非常多的一些服务，除了注册公司了那它还可以进行其他的一些法律的一些帮助比如说一些什么知识产权这些都有。那我们可以打开链接呢来了解一下这里让我们注册公司这一步就结束了，我们就进行到下一步。那前面给大家讲了这么多，那现在我们的产品其实还没有上架，可以看到我们的店里面它现在还是空的里面是没有产品的。第二步非常重要的，我们来寻找我们的一个产品。第二步我们就来正式的寻找我们的产品，寻找一个细分的一个市场。那如果说你想做一个长期的生意，就必须专注某一个特定的一个细分市场，比如说你卖男装，又或者说你是卖女装的，或者是你是卖这种关于这种肥胖女装的，这种胖人穿的这种女装，这个非常好的一个定位，因为你跟别人会有所区别，因为现在太广泛了，比如说不管是男装女装这种多如牛毛太多了，我们一定要有一个特色，跟别人不一样。其实很多刚入门的想要做跨境电商的一个朋友，比如说我想做跨境电商，我想做一个独立站，但是我不知道我要选哪个细分领域，应该怎么做。那么我回答各领域一定要专注，不能说是我今天比如说卖个宠物粮，明天去卖个女装，后天我又去卖一个其他的东西，那这样你永远是不可能做成功的。这里我平衡了以下3点。一个细分市场，首先你需要选择你感兴趣的一个领域，比如说你喜欢宠物，那你就可以专注于宠物粮食、宠物的一些用具来进行细分领域，来进入这个领域。或者说你平时你就喜欢穿着打扮，就喜欢买衣服，就喜欢穿衣搭配，那么你就可以在这个领域来生根。还有一些现在其实有很多人他的身材是偏胖的，很难找到适合的衣服，这个时候其实你就可以开设这样的一个大码女装的店铺，那这个你所感兴趣的所在，所以说胖人就不能穿得很时尚，可以看一下，那么大码女装也可以穿得很美。那么第二个就是要抓住需求点，别人真正需要的一个东西。那第3点呢，我们的一个核心就是这个东西必须要赚钱。那这个市场能够赚钱，有很多你认为这些好的产品，但是它可能不一定挣钱。而我们最终是要维持我们的一个生意的一个运营，那因为我们需要钱，我们需要成本，那我们也需要赚钱。那选择了产品的一个大概的方向也有2个，第一个就是选择当下比较流行的产品，但更重要的是我们要倾向那种聚焦一些的，比如说更长情的一些产品，这些产品可能在未来10年、20年它是可以持续进行销售的。比如说就像我们的一个宠物的一个粮食，那么这个宠物呢肯定是要一直的养下去，并且呢它能够真正的解决人们的一些具体的一些问题。那它可能不会像我们刚才所说的这种服装，它的一个时效性非常高，那么每个季度呢都有新款出来，现在的过时的衣服，那么每一年都有新款，它的饱和度就当然了，所以它每年呢这个都需要不断的更新。那么有一些过度饱和的一些细分市场的，除非你真的是一个非常强的一个品牌，
或者说你有自己独特的一个设计，那你的产品和你自己必须有一些非常独特的地方，让它可以在竞争激烈当中呢脱颖而出。通过一些方法呢，帮你找到一些灵感。那我们确实可以看到别人在卖些什么，可以借此呢来咀嚼，来获取一些大量的信息。那这些可能它可以给我们一些灵感，让我们可能有那种突然一下，原来我可以选择这种。那么首先第一个去帮你选品的一个地方呢，就是这个 TikTok 的一个创意中心。这链接的话我也会放在视频下方的描述栏。那这个到了这个网站进来之后，你看到的，如果你看到的是这样的一个英文界面，我们可以直接把它调换成一个中文界面。那鼠标回到左边的这个右上角，我们这儿直接把它变成一个简体中文。那来到这里你过后呢，你可以鼠标往下滚动，你可以看到一些呢在 TikTok 上面呢表现非常好的一些产品，非常好的一些广告。那很多时候这些广告它其实都是在推广，它在推广一些跨境电商的一些产品。所以说我们很多灵感呢，我们可以到这里面来获得。你可以看到TikTok它最近呢非常火的一些内容，你可以根据这些标签呢，音乐创作者的一些视频呢进行一个排序。那么你可以通过推荐，或者通过曝光，或者通过点击率，或者通过其他的，你可以甚至你可以按照2秒的完播率、6秒的完播率、CVR 点赞数这些呢来筛选一些好的产品。那比如说我们来到这个顶部，可以看到这个创意中心这里有一个灵感，那么灵感这里呢就有一个热门的一个广告，那么我们可以直接点击进来。接下来呢，鼠标往下拉，在这里可以选择一下国家。这个国家的话，建议大家选择一个美区，可以选择美国。为什么选择美国呢？因为美国呢，它是地广人稀，而且物流的话也是非常的发达。那么美国选了以后呢，这里接下来你可以选择行业。那如果说你是销售宠物商品，你这里可以选择宠物生活。你选择，如果你做电商的，你可以选电商。鞋帽这些呢，服装呢，你可以选择这里。家电可以选择这里。甚至你还可以全选，因为刚开始我们不知道要卖什么，那么你可以把它都来看个遍。这儿呢，比如说我们就拿这个宠物生活来举例。接下来我们这里还要选择一个投放目标，这里可以按照应用的安装数，还有一个转化量，还有一个潜在的客户，包括还有一个商品的一个销量，我们可以从这个销量来看一下，来查看。那如果说你可以看到这个按销量来看的话非常的少，那么我们就选择从这个访问量也是可以的。那么你可以看一下哪些视频的播放量比较高，也可以在上面的话来看一下。你可以看一下是一些什么产品，它里面有一些它有播放的，有收藏，可以看这里有个收藏最多的。接下来呢，这里还有一个你要按照是30天呢，还是近7天，或者是最近180天呢，来进行一个筛选。最高的话是180天，那么我们可以选择30天。那这里广告语言呢，我建议大家呢可以选择英语。那语言这里我建议大家选择英语，这里我们选择英语。英语它是适用于全球范围的一个语言，所以我们不要单一的去选择一个小地方的语言。接下来你就可以看到很多灵感就会出现在这个里面，它有非常多的好的一些产品都会出现在这个里面。这里如果说你看到哪一个你比较感兴趣的，那你可以点进来看一下。比如说这个它显示收藏最多，那我们可以直接点击进来看一下。我们可以看到它的一个具体的一个数据，比如说在这里你可以看到还有它的一个落地页。那么这个落地页你可以直接点击进来，你可以看到通过它下面的点赞数和点击量来看一下，寻找一个你感兴趣的视频进去看。比如说这个猫咪的它的点赞数非常的高，我们可以直接点击进来。那这里我们再去查看一下它的一个落地页，这里我在一个新窗口打开，那这个就直接来到了它的一个落地页页面。这里你能看到这个它是通过亚马逊开的一个店铺，这里面它的一些相关的信息在这里面你都完全可以查看到。那看完之后，这儿我们还可以点击返回，你可以看到它的点赞数、它的评论数、它的转发。这儿我再找一个给大家看一下，比如说看一下来到它的详情页，这它直接就跳转了这个页面。这个页面你可以看到非常明显，它是用 Shopify 搭建的一个独立站，并且它已经把广告投放到了这个 TikTok 上面。那在欧美地区，这个 Shopify 的市场占比率还是非常的高，所以说如果你要做跨境电商做独立站，这个平台是非常必要选的。后面你可以看到它的一个广告标题，它的一个投放效果，点赞数已经过了2000，并且还能看到它的一个点击率是多少，
还有它的一个预算。那下面你可以看到它整体的一个表现，还有一个 CVR 的一个分析，还有一个点击数的一个分析，转化数的一个分析，留存数的一个分析，这下面有一个详细的一个分析。鼠标往下拉，你还可以看到一些相关的一些产品的一些推荐，你可以在这里再次来寻找一些有灵感的一些产品，这个对新手朋友是非常有帮助的。下面你都可以看到每一个里面，这里有个43K 的一个点赞数的，这下面还有一个查看分析，这我们都可以点进来看一下。43000的一个点赞数，那还是非常不错的，转发都已经达到了2000，这个说明这个呢是一个非常不错的一个产品。我们就可以通过这种来进行一个分析。那你还可以来到 TikTok 的一个首页，我们鼠标往上滑，这儿有一个选择，你可以点开看一下。比如说这里有个宠物生活，那你点进来，它还有一个细分的领域，比如说这里面还有一个宠物的主粮、宠物的零食、宠物的家居日用，还有宠物的一个装备、宠物的一个玩具，你可以在这个里面找寻到更多的一个灵感和方法。这儿还有一个热门广告聚焦，这里你可以同样的，你也可以来搜索你相关的一个，比如说你可以看一下美妆，或者说你可以看一下鞋饰、包包这些，这里面它都有相关的一些数据，都可以查看分析。这第一个工具。Okay, ladies.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第二种工具。第二种，我们可以利用这个 Facebook 的来进行查看，它的相关链接我也会放在视频下方的描述栏。这里所有小鱼儿讲到的相关的链接，大家都可以在描述栏找到。建议大家可以跟着我一起来，这样你才能跟着我走一遍流程，大概你就知道是怎么样的一个过程。那进来之后就会来到这样的一个页面，这里首先一个会让我们选择一个国家地区，那这里我们可以这里选择全部广告类型，这里也选择所有广告。你可以在这个后面搜索一个关键词，比如说我们搜索一个宠物零食，在这里我把它翻译成一个英文，那这样搜索起来会更方便。鼠标往下拉，你就可以看到在这个下面呢有很多与这个行业相关的一些产品、用品、宠物服务，很多关于宠物领域方面的广告投放。这样我们还可以直接选一个点进去看一下。比如这里搜索之后呢，我们按一下一个搜索键，那这里就可以搜索出来很多关于宠物的这些广告，可以看到约4000多条这样的一个结果。那在这里我们还可以过滤一下，这里有一个筛选条件，比如说第一个是一个语言，这里我们刚才已经选过了，广告主这里也是选过，平台这里你可以选，在这里你可以点这个，可以看到一些 Facebook 平台、IG 或者这其他的平台都是可以的，比如说你可以选择一个 Facebook。那素材类型这里你可以选，比如说只看视频广告，或者说看这个图片之类的，你看视频那么你就选择视频。接下来这一个投放状态，这里我们要选这个正在投放的广告，不要去选已停止的，已停止证明它可能是已经不这个商品已经不行了，可能它就不会再继续投放。我们点击这里应用和筛选条件，接下来就可以看到这些都是正在约2000条正在投放中的这种视频广告。这里我们还可以查看详情，那这里点击一个查看详情，那这里可以查看广告。这里我们可以使用这个数据来看一下，这里每一个你都可以去查看它的一个详情。这里比如说我任意点一个前往它的一个，这有一个广告和数据的一个详情，你可以点击进来看，里面的一些相关的数据你都可以看到。那你还可以去到它的一个首页去进行查看，比如说这儿我们就随便点一个，点击进去，这里有一个前往公共主页，可以直接去到它的一个主页。这个是它是在这个 Facebook 上面投放的广告。你可以看到这些品牌广告商，它每一个上面都有一个查看广告。你可以看到它运行了很多广告的这种活动，很多产品还做了，比如说有的它做了2个广告，进行了一个 A/B 测试。我们可以从别人的广告里面获得非常有价值的一些信息，所以呢，我强烈建议大家好好的来利用一下这个平台。那么接下来第3个工具，它的链接我也会放在视频下方。我们可以在来到它的首页之后，当你买了这个 Google Trends 以后，你可以点击右上角这里去进行一个登录。这里区域建议大家在右上角这里把区域给它换成一个美国，看一下美国的电商的一个数据。现在很多朋友想要做一门新的生意，或者说买新的产品的时候，我们都可以来，很多人他都会用这个 Google Trends 来先查一下
比如说现在颈托，现在很多人都有一些颈椎方面的问题，有的是办公室的人员，有的是属于一个久坐的，他的脖子肯定会出现一些问题，所以这个颈托是现在很多人都会使用的，那直接戴在脖子上就可以缓解这样的一些痛苦。这呢，我们就直接点击这里后面一个搜索，在这里你就可以看到热度随时间变化的一个趋势，在下面有一个趋势图。那时间在这里你可以选择过去1小时或者过去30天，一般情况下我们就看过去30天。数据的时间在这里你都可以改，包括这个国家你也是可以改的。你想查哪里，比如说想查全球，你就选择全球。我们通过这个数据的波动可以看到，其实这个它的一个需求量还是很大。通过这个数据你就可以看到这个产品对它感兴趣的人有多少，这个也就是这个工具它最有价值的地方。像这种产品它也是属于一个常青的产品，很多人你平时可能办公的时候需要，你坐车的时候可能也需要，所以我们可以通过这个数据可以看到了它慢慢呢也有一点在上升的一个趋势，这个就表明这个产品它的一个需求量大不大，我们就可以来先看一下这个图。那鼠标往下拉，你可以看到现在是美国哪一个州的需求量比较高，比如说爱荷华。再往下你还能看到一些相关的一些话题，比如说骨病、背痛、神经系统，那旁边还有相关的一些查询。现在对于人的一个健康来说，其实这个很多人都需要。在你选择这个产品的时候，其实这个工具呢，它还是非常有用的。不同的细分市场，你可以把你的相关的关键词直接输入到这个上面来进行一个搜索。比如说你想卖个男装、女装，这儿女装这儿翻译成英文，那我们在这个里面来搜一下看。那你可以查看它过去7天的一个数据，看一下这个女装它在美国的一个数据。你想卖什么，这里面你都可以来搜，你可以看一下哪个需求量更高，哪个需求量最近上升的比较猛，你通过这个线来这个图来判定一下。通过这个数据，如果说你发现这个数据比较差，那这种产品相信你可能就不会想要去推它。那我们要找一些真正好的一些爆款产品，那么真正能够帮助别人解决问题的一些产品。接下来你还可以通过比如说这种亚马逊或者eBay来查询一下，像这样的一个颈托，可以看一下在亚马逊上面它是否真的有人在卖。其实卖这个产品的人会很多，你可以选一个产品的评论比较多的，比如说这个7000多的，你可以点进来看一下，这个产品的评分还是不错的。我想让大家知道，其实电商的规模真的非常的大，全球有那么多人，每天都在有无数的人在购买。如果说你能捕捉到其中的一个很小的一个部分，一个细分领域，那么你就有机会从中赚到收益。但是接下来我们要做的就是查看一下它的一些相似的，比如说像这个产品，那它就会有一些改变，又会有一点点不同。那么它的一个造型会有一些不一样，这个你都可以来看一下。比如说像也可以点进来看一下，你可以看一下这个产品它的一个优点缺点，看一下它里面有没有什么一些差评，看别人说的不好的地方，我们可以在做这个产品的时候就给厂家一些建议，改进一下这个产品，那未来你也有可能就会创造一个定制的产品。所以说在我们正式在选品之前，我们前期还是需要大家来花时间去进行研究。假如说现在我给大家介绍的一种快速上架产品的方法，寻找爆款产品，热门产品我们可以通过这3个方法来寻找。接下来我们需要去正式的选品，并且上架我们的一个商品，所以这儿呢我会给大家推荐。那这视频看到这里，可能很多朋友你的店铺还没有装修，这时候大家也不要着急，你先跟着我的思路呢先理一遍。如果说没有装修，你可以再回到我的首页，在这里有个搜索圈，搜索一个店铺装修，在这里你就可以看到，这里之前小鱼儿有过一期详细的店铺装修的一期教程，这个是整个流程都是讲如何装修的，这我会把相关链接放在视频的这个右上角。那接着我们就来看一下如何找寻一个产品。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下如何通过一些软件直接帮我们把产品铺货到我们的一个商店。那这儿推荐这个网站，它的名字叫做扔作铺，链接我都放在了视频下方的描述栏，大家可以先暂停视频，先打开，你只有找到了，你才能跟着一起来操作。这个平台它里面有成千上万种产品，你可以从他们的目录里面找到你感兴趣的产品进行一个销售。最方便的是你可以将这些产品直接一键铺货到你的一个 Shopify 商店，直接把这个同步到你的网店里面。当你的网店里面有产品销售的时候，它还会直接帮你发货，产品会经过他们的仓库
处理并配送，他们会负责所有的一个发货工作，所以说你不需要有什么库存，你不需要存货，也不需要发货。每个做跨境电商的人其实都在考虑这个问题，是一个压货。所以现在我们推荐大家做一个无货源的一个跨境电商。那它其实就是一个一件代发的平台，它有可能是从中国大陆地区进行发货，从中国发货速度化就非常的慢，那有可能要10多天，但是从人作铺上面他们帮你发货可能就只需要个2到3天3到5天，非常的快。这个平台的产品是越来越丰富，大家可以来详细的来看一下，链接已经在视频下方的描述栏了，大家可以先找到。接下来我们先来看一下它的一个订阅计划。那我们鼠标点击顶上，这里有一个价格区域，这儿它一共提供了3个版本，这3个版本有免费升级的，有免费计划，也有付费计划。首先第一个可以看到它是一个免费计划，第二个是一个基础计划，第三是一个 Plus 的一个计划。这里大部分的人他们会选择 Plus 的一个80美金的一个套餐，这个套餐它换算成人民币也就是500多块钱，因为它里面提供的功能就非常的多，免费版本它的功能可以看到非常的有限。接下来我就进入后台详细的给大家讲解一下。我们直接点击顶上这里有一个登录，如果没有账号的朋友用你的谷歌邮箱来进行注册一个账号就可以了，这个注册账号是免费的，不需要钱的，你可以先来体验一下。那在上面输入你的一些姓名，填入你的邮箱或者你的创建你的密码账号就可以了。那接下来登录进来之后呢，我们就会直接来到这个人作铺的一个后台。第一次进来，你可以将人作铺连接到你的一个 Shopify 店铺。那怎么连接？非常的简单，你可以点击这个左上角这里有一个添加新商店，去添加也可以，或者我们直接到这个中间这个页面这里，让我们将你的 Shopify 店铺连接到人作铺，只需要1分钟就可以了。如果你已经有了店铺，就直接关联我已经有的商店。那么没有，它还会自定义的给你构建商店，那么还可以手动建立自己的商店。这儿我们就勾选第一个，点击这里一个继续。接下来我们这里需要授权一下，点击一个授权。授权好之后，它就会直接跳转到这个 Shopify。接下来我们需要安装一下这个人作铺，这里点击一个安装。这时候会来到这个 Shopify 的后台，这儿我们继续点一个安装。安装好之后，这里可以看到它就已经安装好了。我们再次回到人作铺的一个后台刷新一下，那么这个时候我们的店铺已经连接成功了。接下来我们要做的，把人作铺上面的产品一键导入到我们的 Shopify 店铺。这我们不需要单个产品的去单独上传啊，那样效率非常的慢。你想要什么样的产品，你在这里搜索选好之后，直接用这个人作铺一键把这个货铺到你的店铺里面就可以了。首先我们会来到一个后台，那我们可以在这里第二个选择这里直接来查找产品。这个里面商品是非常的多，那么到这里你就可以看到这里有一个新品上市。如果说你没有找到你自己想卖的产品，那你也可以联系一下他们的一个客服，那右下角这里有一个客服机一下，在这里直接点一下给他们留言，这里可以选择提出问题，那么可以看到立马就回复了，我能帮忙吗？那你有什么问题你就可以直接问他们，请求他们来帮你寻找一些产品。还有这里面有一些新品，大家也可以来看一下。那新品其实也有很大的一些机会。联系客服，因为客服里面它也有一个产品采购的一个专家，你只需要发送给他，让他帮你找到最低价格的产品，把它增加到产品目录里面来，这样你就可以销售它了。当然这个鼠标我们往上拉，在这里有个搜索功能，大家可以好好的利用一下这里。你可以在这里面搜索了你想要卖的产品，比如说我随便搜索一个，我看一下这里面有没有，在这儿我搜索一个手串，那我们鼠标往下拉，这里有很多这种手链类似这样的产品。那在这里你还可以筛选一下你想从哪里发货，比如说想从美国发货，从中国发货，你可以选择，比如说你离哪里近你就选择从哪里发货。那这里分类可以看一下，这里面有很多的分类，细分领域什么分类都有。比如说我这里搜索一个珠宝，那供应商这里你还可以选择，里面有一些供应商的名字，那在这里可以还是非常的多，你想要给你哪个供应商给你提供产品，在这里你也可以筛选。价格范围这里你也可以选，比如说多少价位到多少价位之间你可以选一下。那搜索出来的产品你可以点进去看一下，比如说我觉得我鼠标往下拉给大家看一下，那我觉得这个还不错，点击也可以，这下面可以直接点进来查看它的一个详情，里面它有些什么颜色，这里你可以看到相关的这里图片都有了，你直接保存就可以了，这个还不需要你自己去拍照，所有的图片都有了。这里我们还可以看到它的一个运输时间，在这旁边
这里有显示运输时间10天，那么这儿还能看到它的一个运输的一个费用，那么产品的价格是多少，运费是多少，那总价格是多少，在这里都能看到。下面还有一些相关联的一些产品推荐。如果说你想销售这个产品，那么你还可以把这个添加到我的产品里面，直接点这个添加到我的产品里面。添加之后你还可以直接发布，那这些产品它直接就会铺货到你的商店里面。这里面所有的这些信息都帮我们已经写好了，详情还有一些什么 SQ 的图片。当然这些东西你数据也好，图片也好，你可以把它上传到你的 Shopify 商店以后去进行一个更改，也可以直接发布在这个 Shopify 店铺里面，发布也是非常的快，就点击一下就可以了。那有的人如果说对这个商品你不太了解，你要想看看它真正的一个质量怎么样，那鼠标回到右上角这里，你还可以点击一个样品订购。如果你想自己亲自的把关一下这个产品，你可以把这个样品订回来自己看一下，但这个它是需要会员，你点击一下可以看到，那么你点的时候它就会显示需要会员才能使用这个功能。这儿我给大家翻译一下，我们可以看一下，如果说你想要打算长期做跨境电商，费用还是可以订阅的，这里是大家根据自己的情况来选择。那订购了$79的每个月，你会拥有哪些功能？这里比如说它会有100的一个积分，那么这个积分它会起到一个什么作用啊？当我们上架产品之后，有顾客下了订单，那每下一个订单它就会扣取一个积分，有一笔订单，那么这里呢它就会人作谱就会直接从这上面扣取一个积分。那么它的第二个功能就是一个按需打印的功能。那什么叫做按需打印？这儿我们可以通过 GPT 让它来帮我们解释一下。那么你有什么问题不懂的，比如说这里我们可以在这里截一个图，把它截图下来，在这里我们直接发给 GPT， 这个里面的文字是什么意思？那你可以直接让 GPT 来帮我们解释。这如果说你用的是免费版本的 GPT， 那么它就没有识图的功能，你可以把它升级到一个 GPT-4O。 如何升级？这儿大家可以通过描述栏有一个 GPT 的一个升级的一个链接，你可以办一张国外的一个 Word 虚拟卡来进行一个升级，非常的简单，手机注册就 OK 了。那还没有 GPT 账号的朋友，描述栏也有一个 GPT 的一个成品账号。这儿我们可以看一下按需打印是什么意思。按需打印，那是一种不需要提前大量囤货的一个打印销售模式。简单的来说，就是当客户下单后，产品才会被制作和发货，它是先有订单才会有一个生产。那会出现一个个性化的一个商品为主，常用于印 T 恤、马赛、马克杯或者帆布包、手机壳这些，它上面会有一些漂亮的一些文字或者图案。举个例子，比如说你开了一个网上的商店，那卖印你设计图案的一个 T 恤，那么用户在你的网站上看到喜欢的图案，下单后，那这个服务商就会自动打印那件 T 恤，并直接发货给顾客，你就可以中间赚取一个差价。那么再简单一点，顾客他会给你一张图片，让你来把这个图片印在这个 T 恤或者杯子或者其他的商品上面，人作谱它就可以帮我们实现。这个也可以叫做是一个定制的一个服务。它还有一个自有产品列表，还有一个自动帮你配送订单。那如果说你没有这个功能，你是需要手动的去点击。有了这个功能之后，每天它会自动履行订单，无需匹配姓名、地址和电话号码，只需激活这个功能，那剩下的就直接人作谱了，它会直接帮你搞定，并且它还有一个7×24小时的一个支持，也就是说你遇到任何的一个技术问题，任何产品的问题，那么你都可以直接向他们寻求一个帮助。还有刚才说的无限订单、自动履行，它会开通了这个功能，它会自动发货，还有退款管理，还有任何的问题，他们都会帮你处理，帮你一起管理。这个 Plus 的功能是非常的强大，人作谱它是可以在中国市场上也可以找到任何你想要的产品，不管你想卖什么，他们都能供应，没有中间商，他们是直接和这个供应商进行一个合作，所以说你可以获得更优的一个价格。我们鼠标回到左边这里呢，你还可以看到人作谱呢，它还有一个人工智能的功能，一个 AI 功能。那这个功能它也是非常的酷，可以自动的帮你生成广告文案。比如说我们刚才要增加产品广告文案， AI 它会自动帮我们把这个文案这些直接写好，
这个对于不会写作的人真的是一件非常头疼的问题。你有了这个之后，可以节省很多的时间。文案产生之后，你可以直接复制到里面去就 OK 了。人作谱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能，那么就是定制品牌。那这个定制品牌会用来个性化你的客户的一个体验。那你可以把你的 logo 印到这个产品上面，而客户在开箱你的产品的时候，会直接看到你的一个 logo， 会对你的商品留下一个深刻的印象，甚至他还可以看到一些定制信息。所以说定制这个品牌的功能也是非常的实用，我非常的强烈建议大家把这个功能给用上，直接去开通一下这个功能。基本上人作谱会处理所有的一个发货以及物流以及客户的服务啊。当有人下单的时候，你可以在订单的部分在这里面查看所有的一个订单的详情。那么这上面它会有一个自动发货的一个功能，当然这个自动发货功能呢，它也是需要付费的。你需要在里面充值，这上面有一个充值，因为它每发一次货，前面我也跟大家讲，每发一次货它会扣一定的分数，所以说如果你是新手，人作谱基本上跨境电商里面入门了必不可少的一款工具。那么它的价格就是有一个免费版、一个基础版，还有一个 Plus 的一个版本。如果你是认真想要做跨境电商，建议你就直接选择这个 Plus 的一个高级版。那如果你想要先了解一下，那你也可以从这个免费版开始。那还是需要花一些时间，你需要来熟悉一下人作谱它里面的一些产品到目录所有的一些细节，将它们上架到你的 Shopify 商店里面去。接下来你就直接把它点击产品上架到 Shopify， 这一步我们就完成了。其实接下来一步就是一个营销，我们有了产品，最重要的就是一个销售。那这个我们可以把它拆分成多个部分啊。首先是一个电子邮件营销、社交媒体营销，还有免费的社交媒体营销，还有付费的营销。这个也是本期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之一，建议大家一定要耐心的看完这期视频。你也可以把它保存下来，可以在这里看不完，可以有时间的时候再接着看。那么接下来我们先说邮电营销，这款电邮件是必须推荐给大家的软件，这款邮件营销的一个自动化邮件营销的 APP， 它的名字叫 GetSpots。那么我们只需要把它连接到我们的 Shopify 商店，它就可以自动化的帮我们发送一些邮件。这里我先来告诉大家怎么样连接，接下来再来给大家讲一下具体的一些设置流程。那首先我们可以看到来到顶上这里，我们需要先没有注册的伙伴点击右上角这里来先注册一下。那我这里已经注册过了，我就直接点击这里的一个登录按钮。那你可以直接用你的谷歌邮箱呢进行一个登录来注册一下就可以了。那用邮件它会往你的邮箱里面发送一个验证码，这儿我们验证一下。接下来我们就会直接来到这个后台，接下来可以看到这里我们可以直接把它连接到我们的一个应用，也可以将这个 Shopify 里面的联系人产品或者电子商务的数据导入到这个 GetSpots。 那么可以看到这个平台它可以支持很多平台和它进行一个连接，一个亚马逊，还有一些商务的，还有一些这种 eBay， 这些它都是支持的。这儿顶上这里可以看到，在这个工具里面有一个集成和 API， 我们选择这个连接。如果说你想要实行自动化的一个邮件，我们必须要去进行账户的一个升级，升级之后你要一个付费用户了，那才可以了直接连接。这里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的一个升级的一个账户，在这里呢一共有4个套餐可以选择。这个是一体化营销的，首先一个是基础的，第二个是营销。如果你刚刚开始电子邮件营销并想建立你的受众，那么可以选择第二个。那第二个是可以拿来销售的，可以拿来供营销人员或卖家跨境渠道这种推广或者销售。建议大家可以选择第二种或者第三种。它的里面的一些功能可以看到，无线的营销自动化，你发邮件都是无线的，还有一个废弃的购物车，也可以通过这种邮电营销来去恢复。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下它如何来创建这里面的一些如何来创建邮件营销的一个过程。接下来我们还来到它的一个后台，那这里呢可以看到是它的一个工作台。那这些东西我们可以先把它移除掉。我们点击这上面，这里有3个点点这个删除小部件这个也是一样，点这个删除我们点这3个点，点击删除剩下这2个就可以了。那么这里呢一个就剩下的呢就是剩下这些东西，这里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下。那么这个呢是一个创建电子邮件列表，那这个呢是创建一个表格，那这个呢是创建一个落地页，那么这个呢是增加一个联系人，那这个呢是一个创建一个邮件活动，那么这个呢是创建一个广告系列，一个邮件活动。
右边这个呢，我们可以点击这个加号，那么可以看到这里面呢有很多的一些小工具。如果说你觉得这些用得上，你也可以把它加进来。比如说列表大小，这个呢简单的说就是你邮件列表的一个数量，那么我们就可以把它加进来。我们点击这个蓝色的这个键，点击一个加 ，OK， 可以看到这里加进来了。接下来我们再点这个加号，比如说这个注册资源是有通过哪些地方注册的，也是可以加进来的。我们点这个加号，那么我们继续回到这个页面。那这里呢，新联系人我们也给它加进来，再点这个加号。那么这个自动回复呢，我们也把它加进来。那这个工作流，这个工作流呢，我们把它加进来。那还有这个转化漏斗了，我觉得也是有必要把它加进来的。还有我看一下，还有这个呢，就是一个数据的一个报告，那么就是关于你的页面的一个最终的一个数据。那这个呢，我们也是可以把它可以监控我们的总转化率和销售额，我们可以把它加进来。现在呢，可以看到我们需要的这些小工具呢，我们都已经加进来了。这里呢，每一个都可以看到了，每一个工具上面都有3个点我们都可以对它进行一个编辑。比如说我们可以更改一下它的一个显示方式，这里呢，比如说这个我们点3个点，我们可以点击第2个查看完整的一个报告。那么这儿呢，我们可以点这3个点来编辑它，点击这个编辑小部件，我们可以选择它的一个显示方式，比如说这里有2种，我选这一种点击这里确认一下，那它就会这样子显示。我们再点击这个编辑小部件，那我们点这个，它就会这样子显示。那么我们要是这样子显示的话，日后我们这里就看起来就非常的清晰那这个上面呢，这里可以看到有一些常用的一些工具在这个上面。那么鼠标回到左侧，这里呢有一个工具，我们可以点击打开。那这个里面呢，就是我们常用的一些工具所有的工具呢，基本都在这个里面了。那做好了一个邮件营销呢，提升店铺的一个销量是非常有帮助的。这是一个超级强大的一个电子邮件。那么这个是一个非常强大的一个电子邮件和短信营销的一个平台。那做跨境电商的朋友，强烈推荐大家一定要使用这个电子邮件。这里 GetSpace 的一个链接我已经放在了视频的描述栏，大家可以去打开视频下方的链接，到这个网站里面来研究探讨一下。那做跨境电商后期邮件营销是一定要做起来的。接下来我们来聊一聊社交媒体的营销，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在国内大家都知道，国内的一个抖音、什么小红书这些、快手这些也是非常火，可以通过这些来进行一个。但社交媒体它也是分免费和付费2种。我认为做跨境电商，不管是免费的还是付费，都应该做一做社交媒体。它是一个长期的一个积累的一个玩法。如果说你想打造一个真正的品牌，而不是做一个短期的商店，那么你就会非常喜欢，你会拥有一个你自己的一个社交媒体账号，就像小鱼儿的这个油管频道账号一样的。你也会分享了一些与你行业相关的一些知识，分享你的产品相关的一些教程等等。那与其去通过付费去获客，那还不如通过你的一个视频内容来获得一些流量，而且这个花费几乎为零。当然只是需要你的一些时间去创作一些内容的一些成本，那这个对于提高利润率还是非常的有帮助。如果说你自己，那么这里就可以看到小鱼儿做跨境电商就会给大家分享一些做跨境电商的教程。比如说，如果说你是零基础，那怎么样一步一步的去注册一个亚马逊的店铺，或者说怎么样通过一些软件将产品直接导入到我们的 Shopify， 以及如何去通过申请美国公司去注册一个 Stripe 的账号，这些都是跟跨境电商相关的一些教程。假如你也要制作视频，但是你不知道怎么制作，或者说你觉得你自己没有这方面的天赋，其实市面上还有很多的平台，比如说像 Fiverr， 它就是一个专门里面有很多各种的一个专家，他会在上面接单兼职。比如说你 logo 你不想做，那你可以直接输入一个 logo， 那你就能找到很多这些专业人士呢来帮你制作 logo。这里相关链接呢我也会放在视频下方的描述栏。
那么还有一种方法，你可以和一些其他的一些平台，或者说去找一些熟人来帮你拍摄一个短视频。那这里有一个网站，它的名字叫，这里链接我也会放在视频下方的描述栏里。在网站里面你可以找到很多的素人来拍摄关于你产品的视频，而且它的价格也是很便宜的，性价比很高。视频拍摄好以后，你可以上传到你的一个社交媒体，或者用这个视频来投放广告都没有问题。这里还有一个这样的频道，那这里还有一个这样的一个 APP， 这个网站叫做 AdSpy， 这个网站就是专门来查看你竞争对手的广告的一个平台。那我们之前提到过的有 TikTok 创作者平台，你能看到的一些广告它都是有限的。如果说你用这样的一个网站，那是可以查看到很多同行投放的更多的一些广告，而且它里面的数据会更大，大家可以来试一下。那这里链接大家可以到描述栏去找，查看竞争对手广告的链接我也放在了视频下方的描述栏里。那里面很多做跨境电商都是比较成功的人，都有很强大的一个社交媒体的一个基础，所以呢，我强烈建议大家呢可以开设一些社交媒体的一些账号，比如说油管，又比如说这个 Pinterest。那这个 Pinterest 这上面有很多女性的用户在这个上面，每天的流量都是上亿的，流量是非常的大，主要是女性。如果说你的产品是跟女性相关的，那么这个 Pinterest 这个平台你一定要好好的把它利用起来。那还有一个平台，这个 Instagram， 这个 IG 这个平台也是有非常大的一个流量和用户，那大家也一定要好好的把这个账号注册起来，在里面发相关的一些内容。那有条件你可以多制作一些视频内容发布到这个平台上面来。如果说你的视频制作好了，你想每个平台都不用单独去点，单独去上传，平台这么多，社交媒体的账号这么多，你每一个单独去发也非常的麻烦。那这儿还有一个平台，这个平台的名字叫 WePurpose.io.io。那通过这个平台，你可以一次性的把你制作的短视频可以发布到多个平台。那么这些平台可以看到 Facebook、这个 TikTok、这个 Pinterest 这些 X 都是 OK 的。你可以一次性就把你制作的短视频呢，同时发布到多个平台，还可以发布到你的一个，可以看到这里还可以发布到你的油管。感兴趣的伙伴可以多来研究一下，这里相关链接我也放在了视频下方的描述栏里。你可以把你的视频一键同步到所有的一个社交媒体平台，这样是可以帮你节省大量的时间。那你要尽量做到的，让你的广告，让你的视频无处不在。至于可以创建什么类型的内容，那这个就需要你自己发挥你的一个想法了。建议大家呢，你可以找一些销售和你产品相关的一些公司，看一下他们的一些社交媒体账号是怎么样做的，社交的一些视频是怎么做的。其实同行就是我们的学习的一个对象，你可以从你的竞争对手那里呢学到非常多的东西。当然这里大家不要曲解这个意思了，就是让大家去学习，并不是说让你直接去照搬别人的一个做法。你可以从这里来获取到一些灵感，从同行这里怎么样把它做得更好。无论怎么样，其实这个方法都可以对你来带来一些帮助。那你还可以利用这个平台，在这里可以看到，在这里可以来生成内容，创建我们的一个广告。那么你可以在这个上面每个月固定找一些不同的素人来帮你制作视频内容，可以花一点小钱，但是可以达到非常好的一个效果。必要的钱还是需要花的。如果说你不想花大钱，尤其是在刚开始的时候，那你也可以选择自己用手机来进行拍摄。那你可以多去学习自己的再来拍摄，自己来拍摄也是可以的。展示的产品使用的方式，视频最重要的部分当然是我们最吸引人的一个开头，也就是视频的前1-2秒钟。那么观众就会在这里决定是否看下去，还是直接划过。所以说你需要抓住他们的一个注意力，非常关键的视频的前3秒。那有的视频它的观看量不错，但是转化率却非常的高，比单纯的就像我视频开头引用了这家女装店，从鼠标往下拉可以看到这个频道，这家网店它拍摄了很多这样的一些视频，它拍的一个效果也是非常好的。如果说你愿意去拍摄，那你也可以制作出很多比这个更加好看的一些视频。这家大码女装视频做得非常的好。以往我们可以看到，其实有一些 Shopify 平台很多都是只是展示了像这样的一种图片的形式，但是这家店它把这个视频也是把它利用了起来，转化率也会高很多。每个视频说实话都拍得非常的用心，拍得非常的好。
还有一种制作视频的方法，直接对你的产品感兴趣的人，你给他提供一些价值信息，比如说你可以在你的相关的产品的领域传授一些知识，这样你可以帮助建立潜在买家的一个信任的一个关系。如果说你能够获得足够的一个价值，那他们可能会支持你，那同时也可能会支持你的产品，那你创作的所有的内容，那你也可以很好的表现出来，通过这个短视频的形式。那么你也可以选择投放广告的一种方式来投放你的短视频，可以通过一些付费广告。前面给大家讲了推个 Talk 的一个创意中心，接下来呢，我强烈建议大家，你可以把你的广告投放到推个 Talk 上面来。推个 Talk 的一个开户链接我也会放在视频下方的描述栏。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给大家演示一下怎样开通这个推个 Talk 的一个广告账户。那么这相关链接都在描述栏这里。接下来我们就直接来到推个 Talk 的一个广告的一个页面。那在开始之前，你需要把你的 IP、你的代理给它换成美国，并且打开一个全局模式。OK， 你们准备好了吗？接下来我们就开始，先来看一下怎么样注册这个推个 Talk 的一个账号链接，在视频下方的描述栏和评论区。打开之后，我们鼠标往下拉，可以看到这里了。在下面填入你的公司、你的网址，你是做什么的，在后面有一个选择，比如说电子商务，或者说游戏，或者媒体内容创作，留下你的一个电话号码，点击开始。这里你点击了开始之后，用了你的邮箱之后，它会往你的邮箱里面发送一个邮件，你去搜一下，填进来。接下来你就选一下你的行业，这里面有电商，你就可以直接选择一个电子商务。名字，这个公司名字可以随便填。手机号是要填写美国的，这个美国是10位，那就随便填一下，因为它也不会给你发短信。这里可以选择一个美国，填好之后就直接点击开始。这里因为我已经注册过了，就直接来到了这个平台。那这个推个 Talk 广告注册好之后就非常的简单，接下来就跟着我一起操作就行了。我来给大家讲一下怎么样设置这个广告。那比如说这里你要创建一个新的广告，鼠标回到左上角可以找一下，这里有一个创建新广告。进来之后大家的这个页面可能是英文的，这里我们可以把它调成一个中文的。鼠标回到左上角，在这第一个选项这里点开，在下面可以看到一个英语，我们直接点击进来，把它换成一个简体中文就可以了，点击一个加载。OK， 这儿我们就把它切换成了一个简体中文。切换成中文以后，接下来呢，我们点击顶上这里有个推广进来呢，在左上角这里有一个新建。接下来你可以开始填写里面相关内容。这里可以看到，首先是一个推广目标，我们往下拉，直接勾选销售。因为这里我们不是推个 Talk 的一个商店，这里呢我们只能选择其他。比如说通过网站。接下来我们再往下拉，这里就是一个商品的一个名称，这儿我就随意编写一个，比如说女装。往下拉，它这里稳特殊广告分类，这里你可以看一下，没有，那这儿直接选没有，点一个继续。接下来就是一个优化和出价，刚开始新手朋友也不要花太多。这里优化的目标可以看到，这里呢它也是有一个选择转化，我们会将你的广告展示给最有可能实现转化的一个受众，或者说你可以把你的广告投给最有可能登录你的网站的用户，还有投给最有可能点击你的广告的用户。这我们就直接选择转化。接下来数据链接，这里可以新建一个，鼠标往下拉，这里来你的一个受众，这里就直接选择美国语言，也可以把它限制为一个英语，也可以不限。再往下拉，你也可以排出一个受众，这儿也有一个高级设置，这里有个计费方式，这里你可以选择一下。往下，在这里有你要排出的，这里面你也可以创建一个，比如说建一个哪种也要把它排出。接下来呢，一个预算可以看到，这里你需要投入的一个广告费用。这里可以看到了，最少是日的预算，每天最少是$20。但是这里他给了我们一个建议，为了优化转化效果，建议将预算至少设置为$70。这里你可以根据情况来设。接下来就是设置开始的一个投放的一个时间，那比如说你想从什么时候开始，你可以点开这里，你可以再往后开始也是 OK 的。接下来还有一个时区，比如说你想要几点到几点来投放这个广告，你还可以设置一个开始时间和结束时间。这里还有一个高级模式，这里有一个全天，还有一个特定时段，那你还可以来看一下，你比如说想要几点到几点后
晚上的时候或者白天的时候，这里你可以来选一个特定的时间。接下来再往下拉，可以看到这里是一个广告生成，这儿需要自定义一个身份，这里有一个目标页面的一个连接。那你可以把你的一个商品链接把它放到这里来，比如说我在这里来找一款商品，比如说这款家居产品，那么这链接我们就可以把它直接填到这个里面来。接下来这里可以看到旁边有个预览按钮，我们可以来预览一下，那么可以看到它直接跳出来就是这款商品。接下来就开始添加你的创意，那这里你做好的一个创意的视频或者图片，直接可以给它添加进来。你还可以创建一个新的视频，建议视频的一个数量至少是6个。这里可以直接点击添加视频，这儿有一个上传。再比如说我随意的拉进来一个视频，点击这里一个上传，这里右下角点一个确认，那这个视频可以看到在这里它就直接加进来了。这个就是一个推个 Talk 的一个广告视频，我们鼠标往下拉，你可以为你的广告输入一个文字，可以输入100个字以内。那么文本不会写的朋友，我们也可以直接让 GPT 帮我写一个关于广告语女装100字以内。那你还可以把你的衣服给它上传进来，比如说这个衣服，直接点击发送。因为这里 GPT 它有一个识图的能力，这样就直接轻疏优雅，曲线有度，穿上它，这就是一个广告语。那我们这里直接把它复制一下，把它广告语直接给它粘贴到这个里面来。它这里还有相关的一些标签可以看到。那这里你还可以创新互动的一个样式。接下来创建好之后，这就可以点击一个发布。再往下就是要设置一个账单信息，那这里填入你的一个地区，这因为我们选的美国，比如说我这就选一个内华达州，点一个。接下来呢就到了一个充值金额的这个页面。那每日预算20，交货时长是28天。那么这里多少金额？比如说你充个100，直接点击下一步。接下来就是你选择你的一个付款方式，可以用信用卡、借记卡或者用 PayPal， 这儿都可以。这里我就点这个用 PayPal， 可以点一个立即验证，这里点一个确认。接下来你去登录你的账号去进行一个支付了就 OK 了。那这样，那我们的一个广告就已经制作成功了。接下来我们可以刷新一下这个页面，这里我们去连接到我们的一个 Shopify 商店就可以了。那刷新过后，你后面会看到你的广告位，你只投放在这个推个 Talk， 你的受众可以先不用选，你可以让系统先去测试一下，先看一下，后面可以再看一下数据。后面有数据的时候，你再看一下哪个产品比较受欢迎，还有哪个年龄段的人，你也可以来大概的就设定一下。那前期我们就可以让他自己来先去测验一下，让他给出我们一些数据，后面我们再进行下一步。后期你还可以调整一下它的一个时间，比如说你要投放是白天还是晚上，或者是半夜的时候，你可以自己去选择一个时间。后期你也可以看到像这样子的相关的一些数据。新手前期预算不要太多，也不要消耗太猛。我们除了你可以把广告投放在这个推个 Talk 上面，当然你还可以把广告投到这个油管上面，你还可以投到其他的一些平台上面，比如说 Facebook、IG 这些都可以。那如果说你想把这个生意做大，做的长久，付费广告你必须是要做的。如果说你的免费广告和付费广告配合的好，那你的生意会越做越好。那么你可以把你的各大社交媒体都把它做起来，后面花的时间就是一个选品、测评、营销推广。现在已经过了酒香不怕巷子深的年代，现在是酒香呢也怕巷子深。所以说你拥有再好的产品，那如果说没有人知道它的存在，那你的这个产品你是卖不出去的。所以我们一定要把广告做好。做跨境电商避免不了一个收款问题，那就是说我们要有一个Stripe的一个账号。Stripe账号就相当于我们国内的一个支付宝一样，它会使用的非常的频繁，并且Stripe它的一个手续费比起 PayPal 较低。所以想要注册一个Stripe账号的朋友可以来看一下我的这期视频，那这儿的链接呢我会放在视频下方的描述栏。在视频的最后呢，我再来给大家来讲解几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你要真正的了解你的目标受众，所以说前期做研究是非常有必要，而且是非常有用的。如果说你不做任何的研究，那你说如果你没有任何研究，你就不知道从哪里开始下手。一旦你找到了你自己的一个细分市场，选择了产品，你的核心受众，你的一些目标受众，一些数据，年龄、职业、居住地、兴趣、收入，喜欢什么，讨厌什么，喜欢哪些品牌等等，那么你就可以在通过推个Talk上面去投放广告。
有一定的数据以后，推个 Talk 的后台会告诉你你的受众是多少，大概年龄是多少，分布在哪里，性别是什么等等，那都会可以经过一个不断的一个优化，最终你就可以找到适合你的广告，你的广告也会因此而越投越精准，销量也会慢慢的涨上去。我们了解了这些情况之后呢，我们才能更好的去调整我们的一个产品，来确保它符合市场顾客的一个需求。比如说你现在你的一个目标受众是一些高收入的人群，也就是说那意味着你的定价可以更高，这也意味着他们可能更倾向于想要一些更高端的产品，而不是一些便宜的廉价的产品。那你要从他们的一个角度来去考虑一个问题，站在数据的一个立场上去进行一个思考。那我的下面一个建议，你要打造一个品牌体验。那消费者现在越来越聪明，他们不喜欢只卖一个产品的店铺，但是如果你长期做生意，你真的应该建立一个让你骄傲的一个品牌或者 IP。 基本上你需要的就是打造出你的个人专属的一个 IP 一个品牌。那你需要把你的无货源电商当成一个事业，当成一个长期的一个生意来做，把它视为一个你要想我要把它经营5年10年甚至更长的一个事业，而不是说一个快速致富赚钱的一个门路。因为做跨境电商，那你不可能是马上就能做起来，它可能会很慢才能看到一个效果，所以你需要保持一个耐心，同时你还需要进行一些付费广告的一个投放，创建所有的社交媒体账号，做一个邮电营销。那么另外一个建议就是时刻关注一些趋势，你必须要紧跟趋势，不然你不跟局势，那你可能会被竞争对手来甩在后面。那你需要不断的关注你的一个竞争对手，他们在做些什么，他们在尝试一些什么新的产品，这个是非常重要的。电商是一个快节奏的一个行业，如果说你落后了，那别人就会甩你几条街，那么你有可能就会被淘汰。那接下来呢，你遇到的肯定会是一些比较失败的产品，那很多创业者他都会面临一个失败，很多人都是经历了一个大量的失败，从中来总结一些经验。其实每一次的失败都是在给我们积累经验，让我们学会更多的东西，让我们帮助我们在下一次能够做得更好。所以有失败就会有成功。那某一些产品的失败是完全可以接受的，那我们的心态一定要平稳。会有一些你可能会出现一些亏本的一些事例也会有的，你亏本呢也是很正常的，只要你努力，那一定可以找到几个这样的一些爆款。那我们只需要有1到2个爆款，就可以让你的整个店铺能够稳定的一个运营。它和幸运的概念其实有些相似，你想要幸运，那么你就要保持持续性，不断的去学习。你投入的量和你持续性越大，那你的幸运就会越来越多。机会都是留给有准备的人，所以说运气其实实际上是可以被你掌控的，唯一我们要做的持续并长久的去干一件事情，去做好一件事情。你可以去投入，不停的去测试不同的产品来进行一个选款上架，找到你的一个爆款产品。那其实做跨境电商大家也不要把它想得太复杂，因为现在有了一些 AI 的帮助，我们多一些比如说像现在开一个店 Shopify 独立站，它就直接帮你所有的需要的工具设备都帮你准备好了，我们只需要去找品，简单的装修一下你的这个页面就可以了。那么怎么装修，之前小鱼儿也给大家也有讲过一期独立站的一个装修教程，那么有兴趣的伙伴可以来看一下。那做电商大家都不要把它想得太过于复杂，你现在有了很多的工具，你会看到很多工具，那么你也可能会不知道怎么选择。那的确这些工具其实我们把它使用好了，那后期它是可以帮我们事半功倍的。但是建议大家在刚开始的时候专注一些比较基础专注一些这些基础的工具，那只需要使用基本就可以完成很基础的一些操作。千万不要好高骛远，想着一些用什么样的工具一下就能帮你解决非常多的问题。我们一步一个脚印。那还有一个常见的问题，一个细分市场有多重要，你的市场有多重要，你一定要特别细心的去找到你的一个细分市场。建议大家专注一个非常细分的一个赛道，大多数人不会购买过多广泛的产品。如果说你的产品够广，
够宽，那说明目标市场太大了，不太适合新手。那现在其实市面上有很多大公司，他们的产品目录非常的庞大，而且他们的营销已经非常的成熟，那你是不可能去和他们进行一个竞争，那你要与那些非常专注的竞争者去竞争，这些大公司基本不会做这种事儿。这是一个我们也没必要去和大公司去进行一个竞争，你也争不过别人。那这我们就只需要找到市场的一个细分，精准定位。最后一个问题，很多人可能不知道怎么样去定价。简单来说，需要定价。那我们卖商品肯定会存在一个定价的一个问题，那定价一定要足够的高，这样你才可以为你的营销费用留出一部分的利润空间。那如果说你免费引流，你可以忽略这个问题。如果说你做的是一些付费的推广，那你就要计算一下这一点，你的这个产品的定价多少了，才能还在赚钱的情况下来进行继续的一个广告付费推广。付费推广的情况下，会使你价格成倍的2到3倍定价，从而让你拥有个健康非常良好的一个状态。那么还有一个常见问题，就是怎样提高每个顾客的一个客单价。这个问题稍微有点复杂，但你可以做一些事情，比如说产品捆绑、引入订单、产品捆绑，这些方式都可以增加你的平均订单的一个价值。特别是当你做付费推广的时候，获取一个客户的成本可能相当高，所以说一定要尽量提高客户的一个单价，非常重要，可能会取决你生意的一个成败。那接下来最后一个问题，你是否应该真的去做？这个是不是你一辈子要做的事情？很多人这样的一些创业者，最开始那就是做的这种无货源的电商或者某种形式的电商，这是开始自己的生意最简单的方式之一。即使你没有成功，那你也可以从中学到很多的知识，因为你不需要投入大量的一个资金，那你只需要有一台电脑就可以开始。我也相信你可以学到很多你以前从来没有学到过的一些知识，对你未来任何创业项目都有一个帮助。现在特别有了各种的一些推广工具，包括这种邮电营销的这些工具，可以自动化的进行一整套的一个流程，所以做电商比以前就容易了很多。那如果说你正在看我现在讲的这个视频，尤其是你可能已经对无货源跨境电商了，对 Shopify 了感兴趣了，你现在就可以行动。那这个视频有点长，那能看到这里的，相信大家都是非常支持郁金香的。其实这个是一个非常简化的一个步骤，希望可以帮助到大家做跨境电商，能够给你更多的一些灵感。网上当然了，它还有更多的一些视频，那也有更深入的讲解具体的一些细节。但是我认为有的时候太过具体的内容可能会让你感觉到太复杂，会觉得压力非常的大。那希望大家有帮助，心动就立马行动。那这里本期视频用到的所有的工具链接我都会放在视频下方。那么如果视频对你有帮助，记得订阅郁金香的频道。那你还可以有任何问题也可以在下面留言，也可以加入郁金香的一个知识星球，那么我们可以共同学习。如果你要想了解更详细的一个做跨境电商的一个流程，之前我也给大家分享过一些接近5小时的一些教程，里面都是满满的干货，建议大家也可以去看一下。好了，那我们就到这里结束了。